接续自行改装的猎鹰头，这集会是区域性的组装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上集将猎鹰头试装在原来的 X 轴上，确认设计可行后，将猎鹰头部分拆下，准备安装自动调频用工具。原 Voron 的设计为检测金属相对位置的进阶开关。考量到未来使用上会拉高温度至350度 C 的猎鹰温度，加上热床平面的平整度与耐用性，目前考量使用硼硒酸盐玻璃当作热床，而非弹性钢板。如果是使用玻璃当作热床的情况下，金属检测的进阶开关就会以玻璃下层的铝质热板当作基准，而非上层玻璃因膨胀而产生的变形量。考量热床平面的精准度，使用经过修改可以通用接触式探针 BL Touch 与原设计进阶开关的 X 轴零件。BL Touch 因为是使用探针的接触式感测器，所以可以正常在玻璃上使用。如果未来还是需要进阶开关时，还可以将 BL Touch 拆下换回原设计的模式。原来的 BL Touch 有设计安装孔位，但因为 X 轴上空间狭小，没有多余的空间供 BL Touch 原设计放入，所以这边必须对 BL Touch 进行修整，将两侧的安装修剪掉，配上对应的安装零件，用热熔胶将两零件粘在一起。这样的动作会造成保固失效，如果有所顾虑，就不要这样做。将安装好固定架的 BL Touch 插入 X 轴上预留的槽，接下来就是猎鹰头的安装。考量未来维修与换头方便性，将之前安装好的猎鹰头电线部分皆改为快接头形式。加热电阻与温度计因为都是电阻，所以没有正负极之分，可以直接将夹好端子的线直接插入至快接头中。风扇部分因为有极性，红色为正极。在安装上要注意方向，快接头有防呆设计，未来无法反插。电线部分处理完后，将猎鹰头装上 X 轴并锁上螺丝。此时可以再次确认喷头的高度与探针的有效范围，这点是在当初设计时就必须考量到的问题。最好再次确认 BL Touch 在伸长时会比喷头高度要来得低，收回时的高度会比喷头要来得高。接下来换到热床的部分，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，热床的铝板在选材上必须注意，最好是铸造的铝合金。选择上 Voron 已有列出推荐的材料类别，这张铝板为 MIC6 的材料，并透过之前影片的 FEM 分析后，重新设计位置，画出提供热胀冷缩的位移槽，来对应未来加热时降低 Z 轴方向上的变化。将铝板清洗干净、擦干，并放置一段时间阴干。注意铸造铝板比较脆，尽量避免撞击。铝板尺寸为355×355毫米，依照官方建议订购了300×300毫米的细胶加热垫。选购加热垫时要注意电压与电流。小电压的12伏或24伏为供一般直流电源供应器使用，大电压的110伏或220伏为交流电使用。注意电流则是要看每片加热垫的功率决定，像我使用750瓦120伏的加热垫，再接上110伏湿电时，最大电流就是750瓦除以110伏的 6.8 安左右。除了热床加热垫外，猎鹰头上的加热电阻，其他电子零件也都会用电。如果未来机台是插在延长线上，要注意延长线能承受最大的电流量，不要选购太接近数值的延长线。较旧的房屋也最好去检查电源轴开关的最大电流值，这部分请计算清楚再做决定。电流过载会导致俗称的电线走火，引发火灾。
在清干净的铝板背面用铅笔画出要贴加热垫的位置，然后将加热垫摆上比对位置。此时要注意加热垫上有加热电阻与温度计的出现方向。将铝板的后方与加热垫出现的方向对齐后贴上。这边不会急着将热床安装到机台上，未来安装电子零件时会需要将机台放倒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与交流。我们下次见。